如果冲煮的咖啡总是带有明显的炭烧味、烟熏味、舌根发麻的焦苦感，而且咖啡的风味平淡，这通常并非深烘焙本身的特点，而是烘焙进入了过度的发展干流阶段的标志。烘焙后期的化学反应主要是由焦糖化主导，将咖啡中多糖分解转化为风味化合物和焦糖。一旦焦糖化达到平衡点，继续提高温度，咖啡豆的有机物质将启动热解过程，即将所谓的干流反应。此时烧掉的不再是糖，而是咖啡豆内的纤维素和结构物质。这种干流作用是焦苦味和木质味的主要来源。你可以想象，这相当于在咖啡豆内部进行了微型焚烧，产生的烟熏物质和挥发性醛类同类化合物，让咖啡变得浑浊不堪，带有强烈的木炭感和刺激的焦苦。焦苦的核心证据点在于移爆后的失控，这个阶段被我们称为发展期，通常占总烘焙时间的25%以上。如果发展期过长，在移爆结束后 ROR 没有被迅速而稳定的降低，热量就会失控。许多新手在移爆开始时犹豫不决，没有果断的降低热源输入，也没有加大风门的排风。错误的操作导致豆温继续飙升，虽然豆子看起来颜色加深了，但付出的代价是风味物质的破坏。当豆子内部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后，即使你关掉火力，热能也会因为惯性持续传递，将豆子推进到干流区。高温一旦超过安全阈值，你品尝到的焦苦风险就会成倍增加。一般移爆后正确的操作，就是听到第一声清脆的爆裂声时，你必须果断的执行降火或者加大排风的动作。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为了温柔的完成豆子的物质发展，稳定 ROR 缓慢下降，将它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排风系统也能及时带走烘焙过程中产生的烟雾和焦苦物质。从感官上看，焦苦豆在烘焙后期会产生浓厚且刺激的蓝烟。熟豆表面在短时间内出现过多的油脂，冲煮时咖啡液会带有明显的木炭或橡胶气味。烘焙后期不是比拼高温，而是比拼你对能量管理的精确和果断。咖啡风味平淡，缺乏层次感，属于烘焙中的空白操作导致的。即使高品质的生豆，严格按照曲线完成了烘焙，但冲煮出来的咖啡风味平淡，缺乏层次感，既没有甜感爆发，也没有酸质的穿透力。这种空白感不是酸涩或焦苦的瑕疵，而是咖啡豆的潜力根本没有被激发出来。风味的复杂程度取决于梅纳德反应和焦糖化反应的充分持续均匀转化。风味平淡的本质是烘焙强度不足，导致这些化学反应处于半吊子状态。这种平淡往往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中段升温的妥协和缺乏热冲击，譬如曲线可能过于平稳和安全，在梅纳德和焦糖化反应之间 ROR 设置的过于保守或持续下降非常的快，虽然避免了烧焦的风险，但也失去了激活风味物质的力度。风味化合物，尤其是比禽类物质，需要一定的热冲击才能高效产生。一个持续低迷的 ROR 会让风味物质的转化变得缓慢，甚至停滞，导致最终风味单调缺乏。烘焙时间过长也会导致风味平淡。如果你的总烘焙时间被拉得太长，即使 ROR 很平稳，风味化合物也会在长时间的高温中过度挥发和降解，只剩下寡淡的基底，豆子失去了新鲜感和活力。
通常在脱水结束之前需要加大火力，俗称催火。这是因为热力的传导是需要时间的。然而我们观察温度数字是滞后的，因此需要提前预判。在脱水结束后，一爆前需要果断的给予火力，让咖啡达到一个风味激发高峰。这个短暂的高峰能确保豆子内部积累足够的能量，高效的激发风味物质。从感官上看，风味平淡的豆子在烘焙完成时，排烟和气味爆发力通常很弱，缺乏烘焙到位的甜感和复杂度。熟豆颜色可能正常，但冲煮后，咖啡液喝起来会显得水感，没有厚度，所有风味都像被稀释了一样。烘焙不是单纯的把豆子烘熟，而是掌握每个关键环节，控制好热能，让咖啡豆展现最美好的一面。这期的咖啡烘焙基础知识分享到这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谢谢。